听说上一次拍的码头鱼料理，很多人觉得太困难了，根本做不出来，而且观看力也是真的惨到不行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超市就能买到的简单材料，制作一道日本非常家常，而且在日剧《First Love》初恋中最常出现的那道料理——拿波里达（拿波里意大利面）。既然是要做超简单的料理，材料当然也要简单。拿一罐在超市就能买到的日本品牌甜味较重的番茄酱，还有加上你觉得最顺眼的番茄意大利面酱，然后一颗来自北海道的洋葱，德式香肠或是法兰克香肠是一定要有的。最后是这次我无法妥协的 Bucatini 吸管面，你也可以用 Spaghetti Grossi 这种较粗的纸面，但不论如何，都建议买铜模制成表面较粗糙的面体。拿出2瓣大蒜，用力压开后去掉外皮。这时，请带着初恋的心情，用你最雀跃、最随便的方式把它切碎。你以为我16、17岁时刀工有多好啊？然后拿出市场上很容易买到的北海道洋葱。老实说，因为品质通常比较稳定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北海道产的洋葱。去掉外皮后，切成2瓣。那一半用 V 字切法去掉连接洋葱的心部，这样等下切丝时，洋葱才不会全连在一起。通常我都希望洋葱能切得尽量大小一致，但我现在正用初恋的雀跃心情，含泪切着洋葱，谁还管你一不一致啊？市面上有很多种德式香肠，我喜欢这种带点肉块的，口感较有弹性。把德式香肠斜切成片，厚度的话，大概就3毫米到1.5公分之间就差不多了。野鹰讲说，他喜欢有罐头蘑菇的拿波里塔，我自己不喜欢罐头蘑菇。所以买了红喜菇来增加一点口感和香气，这就是我没有妥协的一个点。唉，我的初恋应该觉得我还蛮机车的。切红喜菇有个小技巧，可以连着带子一起，从根部这个环状的附近一刀切下，如此就可以干净的切掉培养基，而不会弄脏砧板和刀子。1人份的量大概会需要半包的红喜菇，我们用手把其中一半剥成一根一根的。这样等它炒菇时比较容易均匀受热。拿出你觉得最有初恋感的平底锅，开火热锅。材料越简单，要做的好吃就越困难，所以我用了比较好的橄榄油。这罐皇后之地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橄榄油，冷压初榨且未经过滤，所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橄榄的风味，可以为料理增加一层特殊的底蕴。切一块奶油下锅，让它融化，然后放入红喜菇，开中火让它煎到上色。炒蘑菇一定要用够大的锅子，不然火候不够，菇会开始出水。本来应该有的香味会变成有点像鱼的腥味。好啦，就是加名味啦。当表面煎到有点淡淡的褐色就可以了。现在拿出另一个也有初恋感的炒锅，先别急着开火加油，先在冷锅的时候放入大蒜，然后再拿出你家里品质最好的橄榄油，直接给它倒在大蒜上。现在再开小火，让橄榄油慢慢的催出大蒜的香味，并去除掉蒜臭味。我想你应该不会喜欢初吻有蒜泥白肉的味道吧？大蒜煎到有点焦黄后，就可以放入你含泪切出的洋葱丝，或是块，用中小火拌炒洋葱，直到洋葱变得透明软化，这时就可以来炒德式香肠了。
虽然理论上德肠本来就是熟的，但把香味炒出来味道更好。基本上炒到它变得有点歪七扭八的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拿出你站在货架前选了半个小时的番茄意大利面酱。一个人的分量大概是加3到4大匙。然后再加入3到4大匙的番茄酱。稍微搅拌一下后，把刚刚炒好的蘑菇连油一起倒入锅中，让油可以和酱汁均匀混合。煮1锅水，在水中加入约2% 的盐。你也可以不要加，但这样你的面和酱吃起来会比结婚超过20年的月老还要貌合神离，完全不会有初恋的感觉。取大概50元硬币粗度的吸管面，想办法把它塞到锅子里。你会说这个量明明就超过50元了，但我想到我17岁时有多会吃，就不小心多放了点。再怎么样也不能让孩子饿着，对吧？话说包装上是写煮6分钟，但那是用超大锅子超多水煮出的意大利人喜欢的硬度的时间。这款面我们在家里至少都要煮个12分钟，包装上的时间完全仅供参考。实际上还是用试吃的最准。12分钟后夹起面条，大概会呈现这样的弧度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那一条试吃看看有没有达到你喜欢的软度。在酱汁中加入约2大匙的煮面水，含有淀粉质的煮面水可以帮助酱汁的乳化作用，让所有的风味融合在一起。然后把面条放入酱料中拌炒，让它裹上鲜艳的酱汁，加入少许的巴萨米克醋。这时我发现我在做酱时没有考虑到我17岁的食量，所以酱汁有些不足，只好再补了一些番茄酱料，直到它呈现诱人的色泽。拿出你那最有初恋感的生盘，先用夹子在锅中把面条卷个几圈，然后边卷边把面条倒入盘中。你看，本来软趴趴的一坛面，现在看起来更加立体而可口。这样有着初恋滋味的拿波里意大利面就完成啦。话说，17岁的我为了在女生面前有着高雅而 gay 白的吃相，吃意大利面时都会先用汤匙卷面，然后再放入口中。现在的我早就不在乎吃相，只想赶快吞下肚，然后去追跑掉的小孩。吸管面裹着鲜红的酱汁，入口时最先吃到的是番茄的浓厚酸味。当你正想逃跑时，紧追在后的蔬菜甜味立刻从背后温柔地将你涌入怀中。煮得较软的面条在齿间弹跳，中空的面体有着更多的空气感，让带着蘑菇香气的分子更容易在口中扩散，也让浓厚的酱汁更加轻盈爽口。巴萨米克醋沉稳又带着果香的酸味，悠悠地在舌尖上回荡，让我回想起自己曾经青涩的故作成熟。每口酸甜滋味都让你觉得既新鲜又令人期待，又有点让人无所适从。这时我发现我忘了加一样很重要的食材，那就是这盘面的本体——大量的帕玛森 cheese。我强烈建议使用现磨的帕玛森 cheese， 因为它有着罐装 cheese 粉所没有的清新香醇，味道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。利用余热将起司融入面和酱汁，原本清新的味道瞬间就变得浓醇且有深度，口感也更为浓稠且绵密。似乎光这几片侵入喉毛的乳酪丝，就让它蜕变成了截然不同的食物。蔬菜的甜，番茄的酸，
肉肠和蘑菇的浓郁鲜味，加上橄榄油的果香，完美的被帕玛森起司融合在一起。或许融掉的不只是 cheese， 还有你的舌头。感觉就像坐在通往西门町的公车上，台北难得的春日阳光穿过他额前的刘海，你还在犹豫要站得离他多近时，他已拉起你的手走向车尾的空位。刺鼻的柴油味，掌心的手汗，还有不太舒服的座位，都因为这一刻而变得完美。你希望公车就这么一直开下去，至少在你找到勇气之前。好啦，我要去接我们家2位前世情人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